字叫潘红锦，从越南来。我来台湾已经16年多了。我的越南名字叫黄玉桃，我从越南来台湾就是嫁过来的。Đây mình đã làm được 10 mấy năm ở Đài Loan đây rồi. 因为婚姻事由来到我们国家的这些移民呢，那大概是接近了50万人。东南亚国家里面呢，又以越南为最多，大概有9万1千人左右。我们之前就听过，在南部的小孩子，他不乖，妈妈就要教训他，然后小孩子就生气，就跟妈妈说：“我叫爸爸再买一个妈妈回来。” 我现在开餐厅，开越南美食。我来台湾已经10年了，很少吃到越南美食，想开一家餐厅，跟台湾的朋友分享我们的越南的美食那么丰富。 我的工作是美甲美容。我表姐先嫁过来台湾，我表姐的大哥介绍我老公的。我们来往大概半年嘛，后来头尾就8个月就结婚了。好了，就嫁来台湾，也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啊，想说好了，再坐一次飞机看看怎么样。怕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，然后再选。我先生是他父母不在了，我就想说，怕不会做人的时候做媳妇不会做好就会怕不好做媳妇的本分，我就挑没有老人家不在的。他在越南那边有认识一个华小，也是我朋友，他就过去那边玩，买东西聊聊天。我先生看到，然后就是说他喜欢我，跟他朋友讲话翻译，跟他女儿讲，跟他女儿问我看要不要嫁来台湾。也就因为看起来也蛮英俊的，一见钟情，觉得人很好，而且也是他舅舅也认识。 我想要帮忙妈妈还比较困难嘛，哪里都一样做，越南人说来台湾也搞不好更好的机会可以销售更好的。我说那等我几年后，他说等是可以的，不能等太久，他会老。左边这个其实是一个中介广告，甚至还有写保证处女，绝不加价。这在过去的蛮普遍的。 它会出现在甚至乡间，然后都市都有，就是可能在电线杆，那可能是一个大的扛棒。那所以我们组了一个移民移住人权修法联盟，我们在2003年成立。当时我们在修改移民法，其中一个就是对于婚姻中介，他不得公开广告。越南蛮爱看台湾的演连续剧。 看过的说哇，台湾过得好像很不错哦，住豪宅开好车住的都好，做得很好，每个家庭都会有请佣人我梦想台湾好像不错。台湾人走过去看到这个店看起来不错很干净进来试试看。然后另外一个说越南菜好吃吗？我教你说的我就从里面跑出来说请他进来做那你进来试试看，给我们一个机会比如不好你可以给我意见我们可以改进。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非常强调必须要去修法，去创造改变政策。 乃至于我们在教育的时候，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是一个橱窗的展示，只是叫他们唱歌跳舞，你来跳个越南舞，然后待会教我们做个泰国菜。虽然这都不错，可是这个都只是一个引导我们大家去进一步认识他们的一个媒介。真正要改变的是，在这个社会里面，他们在政治上、在经济上、在社会地位上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其他的人一样，同样的被对待？
就是老娘了，为什么还要叫我是新娘嘛？外籍新娘只称东南亚的妇女，不会只称从第一世界的人，所以它是非常明显的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的歧视的一种称呼。我们也没有偷，没有想，然后哪一个国家也是人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哪里人都一样，不管各个国家都有好有坏。哥哥鞋子穿上。那我要穿什么鞋？看你喜欢穿什么。还有2个小孩子，一个国中，一个国小，他们就是我的目标。他就跟同学、跟他老师大家讲说，我是混血儿啊，我妈妈是越南人啊，有很多人啊会不好意思说，他不会。可以了吧？这样可漂亮了吧，小姐？好，谢谢。我们从一开始，其实特别是针对婚姻移民，就所谓的外籍新娘这个现象，一开始，我们的社会是不愿意看见他们，希望他们就自己可以消失。那慢慢变成看见他们，可是看见的是社会问题，把他们当成我们的负担，假结婚、真卖淫等等，抢工作这样子的。进来这边20年，我先生过世嘛，然后我那时候也困难，房子是住的，又带着孩子，还有婆婆，然后我就去申请低户收入，然后也申请了够，然后我女儿在学校补助，比如营养午餐那些，政府都会补助。在10年以前，整个台湾对东南亚的人嫁来台湾没那么友善，跟他们讲说，哎，你们啊，来台湾这根本只是在骗钱啊，然后只是赚钱，然后寄给娘家，然后怎样怎样，然后甚至有的姐妹还被直接问说，那到底你老公花了多少钱，就是娶你过来，就买你过来的意思这样。他好丑。Vào ít tiền lẻ vào trong cái bóp này xong rồi cháu đi học và tự mua cơm. 我们分居好几年还离婚，2个小孩，他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带小孩，他自己的生活也没有那个能力，他说好，就2个都给我，而且是没有什么说一定要生活费啊，还是补助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出国过，也没有出来，就说人要怎么样的生活都不知道，都一直想说我们的越南就一直很落后，然后过的生活很可怜，然后一定要多少钱这边赚哈。我家讲话都是用台语的，一想我都不会听。我跟我先生讲，如果你兄弟姐妹喜欢讲话，去你们家讲，不要在我家讲我坏话。政府的一些法令就是先假设说你们这些东南亚来的移民就是落后，就是没有水准，就是随时会犯罪。是我婆婆来帮救援我，也是很感恩。就婆婆很好，就像我妈一样，帮我照顾女儿，我才安心的工作这样子。我觉得每个当母亲可能也会很疼小孩，可是每个疼的方面不同。人家以前我缺少的也很多，我尽量说，我不要让以前我有那样的感受，我就尽量说，以前我妈忙没有时间陪我，今天我就知道这样子，我要不管多忙，我不让我女儿感觉到，我妈忙为了赚钱，不时间陪我，我不要，我要。让我女儿知道说，我不管我什么样，我会陪我女儿，只要她需要我，我就出现。所以整体来说是，从看不见到看见他们的负面，把他们污名化，到现在是把他越来越多人把他们当成是我们的公民，然后对我们的社会有重要贡献。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的歧视。包括社会上的，包括媒体的，还有在政策面的对他们的不平等的对待，这还是存在的。
那当然，越南新娘来这边，可以说是弱势的族群。有一些感情你怎么忘都忘不了。台湾的政府有努力来想办法协助这些新移民，但是真正能够帮忙他们的，我觉得很有限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过我们的生活。那是你的命。我也是越南来这边，我过来人，这个是生活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，尤其是刚开始问题特别严重，因为两边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历史背景，所以会有常常就是沟通上面有一些困难。听懂啊，听不懂的差很多。当我进来听不懂，觉得很不耐烦，然后真的听不懂，然后有时候听懂了，更不好是你听懂一半，然后你就不是很确认，然后你就会幻想，讲人家误会我的意思，然后人家讲我才会误会人家的意思，就觉得学习也很重要，学习听懂，让你说出来，让人家不会误会，就觉得这很好。下一页来，下面练习3。我语言是可以的，是他年纪的关系，我们2个差了18岁。2个沟通就在年纪上有问题，个性不合的话，就个人过个人的生活，不要去影响对方，不要就讲得很难听，你讲我，我讲你，也没有什么好处。然后如果说你有那个能力，小孩子你能带好，让你一起带吧。因为有2个，你没有能力，好，小孩子都归我。你有办法的话，你想看就来看啊，没有看你生活不要忙，好，无所谓，我就不建议，我就不一定说你怎么样这样子，因为以我的个性，我生活我不要抢，大家一般人家会说这很坚强的女人，这是我，因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过我们的生活。越南官方我不晓得，但是我想他们没有政策，他们也没有努力的用专业的角色来协助这些女孩子或是那个男生。然后说要住院去检查，还是到，但还没有查出来，我就开始担心，就开始哭了。我自己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很严重那样，真的我想的一样。然后从他知道到过世多久时间？很短了，3个月而已。有一些感情你怎么忘都忘不了。他们来这边大概都是中下阶层，有着生活困苦，那夫妻之间就会有一些摩擦。我有一个房子，我们拖的那个房子就分居好几年还离婚，他要600万，还跟我先离婚。赶快呀，小姐！我说你没有那个能力，你再努力一点吧。结婚的照片没有了呢，他都拿去把它烧掉了。那个时候，因为我每天都上班嘛，他整天都在家，在新房子那边，全部拿不见了。我说他是不是拿去把它煮药水来吃光？他有一点没有安全感，他会害怕。以我的想法不一样，我该做的我会想得很清楚，然后该要不要做，还再来决定。你只要跟他讲一下，他就有一点心里不安了，有一点会害怕了。外籍配偶在成长，可是他的台湾配偶原地踏步。太太呢，参加很多的课程，一直往上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可是台湾的先生呢，没有学习。那我们也怕说落差大了，
那个夫妻相处会不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也鼓励台湾的配偶要往上。婚姻有史以来就是一种交换。开始就喜欢还没有爱。婚姻的这个部分是让它自然而然发生。一般的女人一定又希望嫁到一个好老公啊，那我怎么办？第三个很重要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些新住民的小朋友。开始就喜欢还没有爱，后来相处一段时间，认识1年后我才来台湾。在1年呢，越南我在有写中文，然后就这样沟通，打电话、写信。在2年后，我觉得很 OK， 然后这感情是慢慢培养。之前他爸还在的时候也是帮忙折，他就留着做纪念。婚姻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不用去做太多的干涉。如果国家力量要再去干涉到婚姻的话，可能又会引起另外一种说法。婚姻有史以来就是一种交换，而这个交换呢，现在常常被用一种浪漫恋爱、自由恋爱这种东西给掩盖了，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一种婚姻的想象。一般的女人长大的话，一定又希望家庭幸福美满啊，嫁到一个好老公啊，还有过一个好家庭啊，有生小孩，男生女生每个人可能都一样。所谓的政商名流，哪一个不是？婚姻就是一种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婚姻的结合，让我们两家族都可以更加壮大。所以并不是只有工农阶级的家庭去国外娶了一个太太回来，才涉及到金钱。我表姐嫁过来台湾的时候啊，回去啊，家里用的东西全部都是表姐带回去的。想象就好像台湾还过得蛮不错的，就决定好了就嫁来台湾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她透过这个婚姻，她可以让她的家人过得更好的生活。有的人要从中获利，她透过婚姻的媒合去创造利润，所以是这样子的中介产业物化了这些女性。我在台湾做美甲做了10几年了，生意都蛮稳定的，工作上比去外面上班的好。有一个女儿养她长大成人，很健康快乐，这样过日子，可以说买个小房子，自己以后我和女儿这样子住。进来台湾的外配的人数开始慢慢减少，那可是，在台湾的这些新住民生出来小朋友人数越来越增加，所以我们原先只是服务新移民跟移工，后来发现还有第3个很重要的服务对象，就是这些新住民的小朋友。突然他爸过世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少说，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发脾气这样子，他可能太压力还是什么。忙是会忙，是1个礼拜是要留1天，带我女儿去走一走，跟她讲，说你现在是我知道你是没有，爸爸已经不在了，可是那是你的命，你要面对这些，你还有我，还妈妈、叔叔他们都很爱你，我知道没办法补，可是我尽量能给我就给。还是我带你一起去，还是带你去店里，你坐在店里那边？不要，还是你在家里的？上课早上也是一样，我说赶快啊，起来要换衣服啊，起来了要吃早餐了，要怎么样就叫，再一直推他。数学不是在包包里面吗？跟国语有。国语就在这里啦。
连他上课好像我在上课一样，每天都在他后面这样子。社会大众的话，我想多多包容，多多聆听，多多接纳。那我们常讲这个多元化的社会，这个事情必须要在政策实际的方面必须要实现得出来。